不同于腊肉的肥鱼香浓，香肠的油润麻辣，酱鸡口感紧实，轻易爽口，口味和制作都属于特立独行的存在。在中国西南地区，人们往往要依靠湿润的气候来驯服微生物，在转化中获得美味。但酱鸡却截然相反，需要低温和气流才能塑造它特殊的口味。在工艺上因循传统，但牟琼并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。这一次，趁着深冬，牟琼决定回老家打造一款最具四川特色的酱制品。好，这个组织也超大，你看这个背上也就180斤啊，这个哦，这个重量那个鸡就差不多。食材肉质不同，酱料的比例、揉搓的时机、储存的条件都有偏差。10几种香料各显神通，需要通过手感判断密度。酱汁中的颗粒体积越小，风味物质更容易渗透进兔肉。因为兔子它的油脂就比鸡要少很多，这些香料的味道不能盖过兔肉的味道。兔肉脂肪较少，质地紧密，所用的酱料稀薄，但需要更复杂的酱制流程。刷料腌制，兔肉褪去原本的粉嫩，浸染出暗红的焦糖色泽。马缸让酱料中的风味物质小分子迅速扩散，渗入兔肉纤维。经过连续3天酱制，兔肉需要挂在通风的室外挂晾3天，再继续刷酱、风干、发酵。年关到了，晾制1个月的酱兔终于大功告成，稳重的暗红色外皮下透出岁月沉淀的辣味。离上桌还需要最后一道工序。与烟熏的辣味不同，酱兔因为长时间的风干，盐分渗入皮肉内部，需要在水的浸泡中重新唤醒。经历腌制发酵的多重酝酿，任何调味都是画蛇添足。清蒸、风干的兔肉重新变得弹韧，泛出半透明的枣红色。醇厚的酱兔为1年收尾，牟琼踏实而心安。300多年来，由于复杂的制作工艺，酱肉在今天的餐桌上已经很少见到。而在雅安，这份遗存却得以保留。凭借特殊的贮藏方式，100年风味流传至今。山体构造塑造了雅安城市与山丘交错分布的独特景观。当我们将视线升高，再升高，海拔不同，贮藏的追求也会重新变化。今天是邻居杀猪的日子，永中厨穿戴整齐，前往购置猪肉。
宝兴姚记藏寨，雅安最靠近青藏高原的地区。嘉金山下保护区内，峡谷纵贯其间，形成陡峭的高山地貌。险峻的山林中几乎没有可耕种的土地，放牧和贮藏是提供食物的主要来源。这个我来看看，有金了他好的东大包藏寨里一半的居民经营民宿，肉食的储备巨大。你给差不多拿背到哟你。哎，我有啤酒。哦，谢谢。不谢不谢。300个赞到了，我在，多个赞到。永中厨尤为在意后腿，这是制作香猪腿的原料。当地人制作火腿有自己的方式，将猪腿去皮，方便盐分缓慢而持久地深入腿肉内部，也加快干燥时间。打造优质香猪腿，除了严苛的选材，还需要一个关键步骤。花椒中的挥发油和生物碱，除了增添迷人的风味，还能延缓微生物滋长，为肉类保鲜。将花椒和盐等比例混合揉搓，是当地人传统的制作方式。冬天没得事的时候，就把这个火腿煮了；夏天啊、春天啊、秋天啊的时候，就有客人来了，他们很喜欢吃我们这儿的香猪腿。2天后，因为盐分的缓慢渗入，猪肉逐渐脱水。这样可以减少细菌滋生，这是香猪腿风味形成和长期贮存的关键。高原气候让藏寨的冬季低温阴湿，可能导致腿肉腐坏。柏树连同枝叶放入火塘，在驱除水汽的同时，促进盐分均匀渗入。我们第一道都是用白枝芽球的，比一般的柴火要香味要重点。在长达2个月的冬季时间内，柏枝燃烧产生挥发性精油，与猪腿结合，风味悄无声息地形成。5个月后，香猪腿表面长出粉状青霉菌，但内部依然保持肉质油润。过了一个夏天的话，就要全部要生那种霉，但是里头是很好的保护作用，虫就钻不进去了。与腊肉不同，香猪腿需要更久的发酵时间。干燥环境下，猪腿内部释放出风味物质，给肉质带来神奇的变化。香猪腿无需去皮，用温水轻轻刷掉表层的青霉菌，就可以直接食用。切开后的香猪腿形似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，玫瑰红色的瘦肉点缀着大理石般的细腻纹理，还有白玉般透亮的脂肪穿梭其中。在当地人的生活中，香猪腿的配置不拘，可以随意拼搭。手撕出不规则形状，加入四川常用的佐味调料，就是姚记乡经典的家常小菜。姚记湖另一边的柳洛沟，
香猪腿的需求量更大。不同于永中厨的私房生产，沈给界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特产，全部使用自家饲养的高山藏香猪。运动过有晒过太阳，煮那个香猪腿，瘦肉很劲节，吃起来很舒服啊。2年的藏香猪，肌肉细致，脂肪均匀，是市场上的抢手货。我们做香猪腿不会放很多东西，最主要讲究的是猪的本味。比起寨子里大多数的私房香猪腿，沈给界更希望探索标准化的生产方向。批量化的悬挂位置，肉面的朝向，炕的时间，都是香猪腿进化的路标，指引它们通向完美滋味的终点。春节将至，前年腌制的香猪腿要隆重地走上年夜饭的餐桌。在瑶记，香猪腿最经典的做法就是吹壶火锅，这是藏寨里款待宾客的最佳礼遇。美味的秘密藏在汤中，香猪腿小火熬煮2个小时，最大限度汲取火腿的精华，汤汁浓郁，香猪腿的肉质松弛而不失弹韧，汁香裹挟着丰富的滋味。夏季采摘的山野菜和菌子打底，增添山林的清新。一片豆腐，一片腊肉，一片香猪腿，片片相叠，层层相错。最后加入吹壶火锅的灵魂——腿汤。点上炭火，香味飘出，滋味层层堆叠，浓郁的风味物质缓缓释放，煮得越久，滋味越浓。扎西的嘞，扎西的嘞。繁复的制作，酥烂剔透的口感，咸鲜与甘甜。